我刚刚在飞无人机的时候，这里有几个帅哥啊，他们开了一个小作坊，然后说要把我的车给洗一下，然后车就开进来了。这几个帅哥呢，在这里开了潮车会。刚刚我是在这里飞无人机，然后他们看见了，过来凑热闹的，然后就跟他们认识了。这喷的这个是彩色的洗车的东西啊，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粉色。这个跟白色那种效果是一样的，是吧？哦。就像那打蜡一样。哦，提起来比较亮哈。对。这算是给我的车来一个帝王浴了。你看身上打了好多泡泡，泡泡浴，叫泡泡浴。欢迎来到大埔资金啊！对，资金洞好像很出名在这边。对，资金洞啊，应该很多人都是因为资金洞而来这个资金线的。其实别人洗车我们就不会给他这样洗啊，不会给他这种泡沫。嗯，那这是尊贵的待遇啊。哇，洗得这么仔细啊！对啊，那个因为你角角落落都在清洗了，哇，好脏啊！帝王感受都是。对呀、泡泡浴。你那个车里面东西太多了，所以内饰就不好洗。车里面不用收拾。刚刚这个改装店的这个老板啊，他看到我在拍摄，然后就拿我的这个微单相机去他店里边拍了一些照片，因为他们是新开张的一个店啊，叫做潮车会。然后呢，就跟他们认识了，然后他们还很热情的把我的车给开进去做一个免费的泡泡浴，就是洗车，洗得很干净很细致哦，现在还在洗呢。突如其来的停电，不过刚好把车给洗好了。半斤一直在那里叫，吵死了。哇，洗得好干净啊！我给你们付钱。不用，我们你也给我们拍照了，然后不用了。那太感谢你了哦。不感谢，也感谢你。主要是停电了，不好意思。啊，没事的。你们下班了吗？下班了。哦，这么早下班呢？不是，我们要去一个县份上去开一个车过来。哦，开个车过来。好的。今天所以提前下班了。谢谢你们啊！那个车洗得好干净啊！好的，拜拜，谢谢你们啊！机缘巧合之下呢，认识了这潮车会的几个帅哥，然后呢蹭了一顿免费的洗车，把我的车洗得好干净啊！他们洗车的时候特别仔细，把这个车把手上的那些脏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油门盖上的脏的东西都给清洁掉了，清洗了。我的车顶行李架到了，给我送过来了。他说跟电视一样大。哇，这么大个啊！好大一个。这有什么东西啊？车顶行李架。哦。搞旅游啊？啊。我是出来旅游的，需要装一个行李架，不然车上放东西太挤了。这样子哦，我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半斤别叫。好嘞，谢谢啊，谢谢。哇，终于到了，那么大个。现在要把它给装到车顶上去，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装啊？现在天色有点暗了，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天色比较晚了，所以我还是打算把这个东西放到车顶，等明天早上起来再安装吧，因为马上就要天黑了。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把它放到车上去了。车顶上，明天起来再安装吧。现在先铺床，工作了。现在凌晨2点，哇，外面下大雨了，被吵醒了。我想起我车顶还放着行李架呢，所以听不到很猛的那个敲击车顶的声音。不管了，先睡觉。明天起来再说吧，反正那个行李架它是有那个纸皮的装着呢。Hello， 大家早上好呀！昨天晚上呢，我就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这里过夜的。这里是一个商贸城，有很多停车位。昨天晚上不是下了场大雨吗？我以为我起床会看到这个行李架的这个纸皮箱全都湿透了，没想到因为今天早上出了阵太阳，把它直接给晒干了，一点都不湿了。现在我看那边乌云又要过来了呀。我现在还是赶紧安装这个行李架吧，不然待会下雨就不好弄了。
拆出来之后，里面东西不多啊，就一个行李架，一个防水包，就装东西的，然后还有这个铁片，应该是固定用的。现在出现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啊，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快递里面只有这个防水包，然后还有行李架，但是没有横杆，就是固定上面去的那个杆子啊。然后我问了一下淘宝的售后，他说呢，它是分开寄的，就横杆跟这个行李架是分开寄的，因为两个包裹实在太大了，没法放在一起寄。就是这个横杆，害我又跑一趟。它这个横杆上面还有钥匙的。原来要先把它这个壳子先拆开，然后才可以拧这个的。装这个横杆还是要挺大的耐心的，因为它这些零部件还挺多。太阳出来了，好晒呀！太猛了，这太阳。我刚刚不应该把这个螺丝给取出来的，给搞复杂了。怎么会歪掉？松一下这前面的，哎呀，好，这个也拧紧，好嘞，再把这个条子给拖过来，把它盖住。哇，这个太阳好晒啊！我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安装吧，不然要晒死了。我看那边有个阴凉的地方，晒不到太阳的，把车挪到那里去。我现在把车开到这个阴凉的地方，终于没那么晒了。刚刚在那太阳底下真的晒得好猛啊，晒得那个皮肤都很烫。刚刚我安装第一根横杆安装了大半天，现在安装第二根，应该有了第一杆的经验，应该第二杆会快很多。有了我之前的经验，这次应该会快速很多了，嘿嘿。待会儿弄完这个就去吃饭，还没吃饭呢，吃了早餐。厚的往前，薄的往后。这拧的不够开，笨金，你看什么？啊？要把这个挪到合适的位置，上面这个。好 ，OK， 这边也卡好了。Come banging through the kitchen, babe. Rattle all the pots and pans. Girl, you're my favorite distraction from the wars in every land. 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2条横杆给装完了。现在我把这个行李架抬上去安装一下。我刚刚试了一下，我发现2条杆被我安装的太开了。导致呢，我这个框装上去之后，2条杆变成一前一后，都快到边上了，所以我现在打算把这个前面的杆再往后移一点。Come rise again in our church. Pull your body, pull up a chair.
先随便把它给拧一下，先稍微固定一下先。好，很紧，乖。哇，抬这个行李架好重啊！那么重的放在车顶，那个油耗可能会增加很多吧？我在想。哎呀，终于装完了！哇，我装了3、4个小时吧，终于把这个车顶的行李架给装好了。主要是一开始呢没拿到这个横杆，然后去拿完横杆之后呢，装这个横杆又装反了。然后装完这个横杆之后呢，又发现装的太宽了，就是反复的调整了好几次吧，然后才把这个行李架给装完。反正也算是顺利把它给装下来了。这个就是我买的防水包。这个防水包就是这样子的，它可以整个打开，然后把我那个皮划艇放进来，盖上就可以了。哎呀，这个大小还是有多的，你看，这还有空间多呢，所以说这个防水包还是挺大的，完全够装好这个皮划艇。把这个皮划艇的坐垫椅拿过来一起装，看一下我这个脚能放下去了。哎，装得下。我现在把这个救生衣也拿过来，一并装，全都装进去。哇，这空间还是很大的，这个防水包，太棒了！我把这个皮划艇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空间多，你看，还有很大的空间多呢。现在把皮划艇的东西都装进去了之后，问题就是怎么把它给抬上去了，很重啊！哇，差点滑倒，吓死了！等等，安装完就是这样子，车顶行李架终于被我装好了，费了好大的劲啊，装了好多个小时，从上午10点钟装到现在下午，现在快4点钟了，主要是中间反反复复弄了好多遍了。装完之后整体效果就这样子啊，还挺帅气的。反正车里面已经多出来很多空间，然后呢，我待会要测量一下这个装完行李架之后的整体的高度是多少啊？因为出去这个商贸城呢，它出口那里有个限高杆的，限高2.3米，这中间空高还是挺高的，你看，这中间有一个手掌那么高了。现在先把这堆垃圾给处理了，扔到垃圾桶那里去。我刚刚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物资补给，主要是水啊，还有这些早餐，然后还有湿热米饭，买了一大桶这个矿泉水。装了这个行李架真的太好了，终于不用把我的皮划艇搬来搬去，车里面的空间也变大了好多。现在睡觉铺床也更容易了，好开心啊！现在呢，我要去前面去吃饭，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还没有吃饭。不过装了这个行李架，肯定油耗也会增加挺多的吧，我估计，因为这个行李架是全钢的，很重。先去吃个饭。吃个饭再说。什么时候刮的呀？这个方向，那应该是今天早上我把这个行李架从上面那个箱子搬下来的时候刮到的。太不小心了吧，这就把它给刮伤了。我刚刚去问了那个餐馆，主人不在，就是老板娘不在，没人炒菜。我现在呢跟半天去找个酒店住吧，因为今天出了好多汗啊。一开始出了好大的太阳，后来下了雨之后又出了好大的太阳，装这个行李架还是费了蛮大的劲的。现在找个酒店住下来，然后再找吃的吧。限高杆，看一下能不能过。我停在这下边吧。100米后在道路尽头右转。哦，应该没问题的，能过的，还有很高的距离呢。主要是没有带到那个卷尺，不然的话我可以量一下我这个行李架有多高了，就不用这样子跑下来看了。
现在呢是去找酒店住啊，因为刚刚打了很多电话，然后很多酒店呢都不接待狗狗，所以呢我只能去周边去问一问，找一找那些路边的小宾馆，应该是可以接待狗狗的吧那些。我刚刚打电话终于找到了一家酒店愿意接待狗狗的，不过它是在县中心，所以呢我现在又要往回走，走到县中心去。现在这个天气啊，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就会出很多汗，因为不下雨的话就会很闷热，下雨的话还好，下雨的话会比较凉爽一点，但是一旦不下雨出太阳就热得很，所以说住酒店的频率会高一些。来到酒店的停车位这里，我跟班金入住酒店啦，太好了，不过是很小的一个单间。哎呦，我们撞到相机了，班金。旺季的酒店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单间虽然空间不大啊，但是价格要110，还是感觉蛮贵的。你自己待在酒店这里哈，我要出去吃饭了啊，乖一点。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